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地球上发现的高维度通道的一口井。在华盛顿州的艾伦堡以西的马纳塞斯山脊上呢，有户人家呢叫梅尔沃特，他家的地上呢有一个看起来很像井的一个洞口的地方。但是你别看它是一个普通的井它是有着非同寻常的特别之处的。梅尔说，他把这个洞是当做垃圾场在使用的，而且他们的邻居呢也都是这样在使用它。比如说破损的垃圾、电器、旧轮胎呢，所有的东西他们全都扔进这个洞里面。梅尔说他一直很好奇，为什么这口井它从来没有被填满过呢？然后呢，他就开始注意到，他说这个井呢是有些奇怪的地方。梅尔就发现呢，自己的狗是从来都不会靠近这个井的，而且他的收音机呢在靠近这个井的时候呢，经常可以收到一些奇怪的信号，而且这个洞它似乎是没有底部的，深不见底。自从发现了这些问题之后呢，梅尔的好奇心就变成了一种痴迷。他就说难道这个洞是一个时空通道吗？因为是梅尔发现的，所以这口井呢就叫做梅尔洞。它是一个圆坑，直径2.9米，周围呢有一堵石墙围绕着，可见的深度是4.5米。之后呢，整个洞一直延伸到黑暗之中，深不见底。不仅梅尔沃特和他的妻子把所有的东西都倒到这个洞里，他的邻居呢也都是这样做的，而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了。甚至在梅尔搬进来之前呢，他说前任房主就已经持续好几年往这个洞里面扔垃圾了。梅尔的邻居就说呢，他们根本就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洞。奇怪的是，扔东西进去呢，根本就听不到物体落地的声音，也听不到有回声回响。有一天呢，梅尔就好奇他说我想知道这个洞到底有多深。因为他是一名狂热的钓鱼爱好者，所以梅尔沃特呢手边是有一根鱼线的，所以他就把这个鱼线上呢系了一个1磅的重物，然后把它就扔到了洞里。他就发现呢，这个鱼线向下走了1.3公里整个长度呢居然都没有触底。于是他把这个鱼线收回来呢，系上了一个救生圈，再把它扔了下去。梅尔就说他想看看这个洞底到底有没有水，如果有水的话，这个救生圈就会沾湿。梅尔尝试过后发现呢，拉上来之后救生圈居然是干的。于是梅尔呢又回家去拿了更多的鱼线，他说每一轴鱼线呢都是1524米，他又系了很多个轴，然后继续呢向下探去。他就发现呢，现在深度已经接近了3048米了，但仍然不见底鱼线一圈又一圈的往下掉，它仿佛是永远够不着底的一个洞穴。但当梅尔沃特的这个鱼线脱离的时候呢，他说已经深度来到了24公里了，仍然深不见底。在这个实验中呢，梅尔注意到他的狗根本就不愿意靠近这个洞穴，即使呢他强迫拉这个狗靠近这个洞穴的时候呢，他的狗也会立即逃走的。洞穴附近呢也不会来任何的动物，也没有任何的昆虫，甚至连鸟儿呢都不在它的周围飞翔。因为邻居们都知道这个洞所以梅尔就问周围的邻居是否有人注意到他们的狗在这个洞穴边呢会感到不安呢？他们都说是这样的。然后他的一个邻居呢就告诉他说呢，前不久呢他的狗死了，所以他就把这只狗的尸体扔进了这个洞里面。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呢，那只狗居然活着回来了。但奇怪的是，邻居看到那只狗跑到房子附近的树林里去了。当时他叫它的时候呢，那个狗表现的好像根本就不认识它的主人一样。他就发现说那有可能根本就不是我的狗。虽然它带着同样的项圈，但出于某种原因呢，狗主人呢也没有敢靠近检查这只狗到底是怎么回事。那随着这种怪事越来越多呢，鱼线呢也放得越来越长，梅尔就有点不知所措了。梅尔觉得他需要帮助了，想要弄清楚这个洞底到底是什么。于是在1997年呢，美国的广播脱口秀节目Coast to Coast 呢，这个广播节目在当时呢是拥有数千万粉丝听众的。如果有人能够帮助梅尔的话，那一定就是这里了。于是呢，在1997年的2月21日呢，梅尔就给这个广播主持人贝尔发了一条消息。贝尔看到这个消息后呢，便打电话给了梅尔，因此梅尔的洞穴呢才得以曝光。但随着梅尔的故事在广播节目中曝光的事情热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呢，他透露出来的细节呢也越来越多。而且这个梅尔呢，从世界各地的听友那里呢都得到了很好的建议。比如有人说让他用这个激光测量器或者是雷达检测来勘测这个洞底的距离。但是坏消息是呢，现在有数百万人都知道了这个洞，所以从梅尔在这个广播中给出了一些线索呢，很多人都知道梅尔洞穴的所在位置。梅尔就说呢，他发现洞口整体呢可能会影响周围环境中的事物，比如说动物避开它，但是植物呢似乎长得非常茂盛，而且收音机的表现呢也很奇怪。如果梅尔呢把收音机带到洞口附近这个信号会变得非常的安静，
然后呢就开始接收到来自于其他地方的广播了。有一次呢，他说他的收音机啊接收到了一些老式的音乐，于是他换频道，没有想到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频道居然调到了圣路易斯1号地下室后面的一场棒球比赛。但是他后来发现啊，这场比赛居然是1967年举行的，也就是在30年前的事情，这就很奇怪啊！难道这是一个时空穿越的洞穴吗？就在这个 Coast to Coast 的主持人贝尔第一次和梅尔通电话之后呢，通话呢是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他们通话结束之后呢，梅尔刚好是出差在爱伦堡，他住了几天。第二天啊，当梅尔回到镇上，回到家里的时候呢，通往他家的道路呢就被这个武装军事人员给封锁了。是美国军方呢现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想把这一切呢占为己有。有证据表明呢，有一些重型的机械呢都被带了进来。于是梅尔被告知呢，他家附近呢发生了一起飞机失事的一个事故，但是没有坠机报告，没有火灾，也没有烟雾。尽管如此呢，梅尔还是被告知在坠机事件彻底查明之前呢，他是不能够进入他家的。当时的梅尔气坏了，他说那可是我自己的家呀。随后梅尔要求呢与负责人要谈话，他说来了一个负责人呢是一个便装男子他告诉梅尔呢说这片土地呢已经不再属于他了，如果他不离开的话，他很容易可以在梅尔的家中找到毒品，以此来威胁他。那梅尔也不是省油的灯所以梅尔也威胁说要去找新闻界的朋友来揭发他们的恶行。那这个负责人呢，他就告诉梅尔说，他说你去吧，没有人会相信的。但广播节目的贝尔和他的听众呢，居然都相信了梅尔。几天后呢，贝尔打电话给梅尔询问最新的情况。梅尔说呢，一位邻居看到一道暗光呢从这个洞里居然穿过了云层，比他见过的任何东西都要暗。但是梅尔说自己没有亲眼见到这个场景，只是他的转述而已。但是贝尔和几位广播节目的听众说呢，华盛顿这片地区呢有很多不明飞行物的目击事件、失踪事件和其他的超自然现象都有。而打电话的人说呢，也许这个洞是位于一条地脉，那里呢有一个通往另一个维度的入口，或者它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入口。这就是为什么呢，你们之前很多年扔进去的很多东西都消失了。也许呢是在另外一个平行时空的某个地方呢，这些垃圾会在那里出现。而所有的电器和死去的动物呢，在那里有可能都已经堆积如山了。也有一种可能呢，这是一条通往地球地心的隧道。由于梅尔无法再进入他的房子嘛，他与其他的当地人交谈呢，试图获得更多的信息。一位年长的邻居就说呢，许多年前这个洞周围是有一排石柱，但是没有横梁的。在这个广播节目的观众中有人提醒梅尔说，打电话到节目里呢是个非常大的错误，因为政府显然也在听嘛。而那次节目结束之后呢，梅尔是同意再次来到这个节目上想要更新消息的。但是到了约定的上节目的那一天呢，梅尔居然没有出现，而且呢他也不接电话了，这就很奇怪了。节目的主持人在第一次采访之后就说到说，也许我们的观众不知道，但在我们做完上一期节目之后呢，一个电视台的摄制组呢去了爱伦堡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没有找到那个洞穴，但是他们在梅尔所说的地方呢，的确发现了很多的军事机构已经在那里驻扎了，表明军方呢确实曾经在那里有可能发现了什么东西。那梅尔到底去了哪儿呢？为什么联系不到他们呢？其实呢，在梅尔重新露面的3年前呢，他说曾经有人出高价以每年300万美元的费用呢，想要将他的房子租了下来，但是条件呢是要求他签署一份保密协议，他必须立即离开这个国家，永远不要回来。所以梅尔接受了这笔交易，他在加拿大住了2年。梅尔说他由于太想念家人了，所以他决定回美国探亲。当时梅尔就被警告说，你不要这样做，你不要回来。但是呢，他还是这么做。在此期间呢，他联系了贝尔，也同意了上电视台，但他从未露面。这个梅尔后来就说到，就在他应该来上节目的那一天呢，他原本是坐在公交车上先去看望侄子，但是不知道何故呢，在公交车上有一些人居然发生了争吵。当时呢，所有的乘客都被警察问话了，并被安排上了另一辆公交车，然后全部乘客呢居然都不知不觉地昏了过去。在过了12天之后呢，他说他接下来所记得的事情就是他居然已经在旧金山了。梅尔说自己呢是在一条小巷子里醒来的，他的钱包和钥匙都不见了。他就意识到自己的手臂当时很疼，于是他卷起袖子呢，发现呢上面是有针眼和静脉注射以及胶带的痕迹。当他变得更加清醒的时候呢，他说他尝到了嘴里居然是有血味的，然后呢他的牙齿掉了。之后梅尔就再也没有回到他的房子了。
更可恶的是呢，居然有人对他还提起了诉讼，指控他呢非法建造，比如说电线呀、化粪池啊、辅助道路等等。当然了，这些都不是他建造的嘛，政府已经占用了这处房子呀，他说有2年之久了。显然梅尔是输了一切，而且就在这个梅尔给这个广播节目打过电话的2天之后呢，他的银行账户居然也都被清空为零了。这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对他呢？如果说没有这个洞穴的话，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而很多人都打电话说这有可能是骗局，但是主持人贝尔说这一定是一个很棒的故事。但贝尔义正言辞地说电视摄制组呢当时确实在该地区寻找过那个洞穴，虽然没有找到，可是他们也确实发现了大量的军事活动的证据，比如说那个地方还设置了禁飞区，以及神秘的扩大覆盖到了很多区域。事实上呢，主持人还说他们通过这个泰拉服务器，就是在谷歌出现之前的另外一款地图软件的网站，它的上面居然显示整个该地区呢被涂成了黑色。持怀疑态度者呢，他就说梅尔可能是找到了地图上那个涂黑的部分假装他的房产在那里，他在那里发现了一口井。但是问题是，这个泰拉服务器是在梅尔打了第一个电话之后的6个月才面世上线的，所以他不可能提前知道梅尔的事情嘛。那很快呢，还有一个美洲的原住民也联系了梅尔，他就问他说是否愿意来内华达州帮助他们研究一个无底洞。于是呢，梅尔就去了那里。那到了那里呢，梅尔也发现了相同的洞穴。这第2个洞呢，不在他们居住的这个印第安人的保留地上，它实际上呢是位于巴斯克人使用的公共土地上。而巴斯克人呢是来自于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一小片区域的民族。巴斯克人呢，在19世纪中期呢，从美国的一些地区呢定居，而他们是利用这片土地在放羊放牧。他们就告诉我说这个洞和他们的人民呢住在此地一样长久，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认为这个洞和他们周围的土地都是神圣的，所以这个洞和梅尔的洞还居然一样宽，也是有2.9米多。但是梅尔的洞呢，有几米高的石墙围挡的，而这个第2个洞呢，则是有一圈金属的圈和金属的衬里，也是眼望不到里面。这个洞摸起来呢，他说它的周围的温度还是很温暖的，你可以感觉到周围都是有热气的。但是这个洞旁边的金属是不会发出任何声音和震动的，就很奇怪。梅尔当时不小心还把一个金属工具吊在洞口的那个金属圈上，撞击声音他说完全没有。于是梅尔和巴斯克人呢就开始了他们的第1次实验。第一个实验呢是他们将一桶冰呢放入了这个洞中，大约呢降到了304米的位置呢，他们在洞口的表面呢保留了一些冰来作为对照。当洞口表面的冰化了之后呢，他们就把这个桶给拉回来了。于是他们发现桶内的这个冰呢也融化了，但奇怪的是，这个冰桶摸起来呢不是冰冷的，也不是湿的，这个冰摸起来呢居然像是那种大块大块的那种盐块。所以他们就想试着看看这个盐块能不能点着，你知道吧？没有想到呢，这个盐块居然还被点着了。不仅如此呢，它还继续的烧了好几个月。于是他们继续往这个洞里呢送不同分量的冰，于是他们就发现大约2/3的时间这个冰会正常的融化，但1/3的时间如果你就拉上来的话呢，它就会变成可燃物。于是他们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是人下到这个洞里会变成什么样子。但是每个人都说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最终他们决定呢送一只羊下去。然而他们把羊放到这个笼子里呢，往洞穴里放的时候呢，他们越靠近洞口，这个羊呢越是疯狂的挣扎，它不愿意进去。然而当他们把笼子放到洞里的304米深的地方的时候呢，到了那里呢，笼子居然就不动了，他们就感觉到嗡嗡作响。于是他们把那个羊留在那里30分钟没有任何动静。然后他们就把笼子拉上来，拉上来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这个笼子的外形是没有变化的，羊看起来也很好，只不过呢它已经死了。这个巴斯克牧羊人知道如何屠宰羊嘛，所以他们立刻把这个羊带到桌上进行快速的尸检。于是他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只羊看起来呢像是从内部煮熟的。然后就是他们发现了这个羊的肚子里是有一个巨大的肿瘤的，几乎占据了这个羊体腔内的整个空间。它通过脐带呢连接到了肿瘤上，他们就发现这个肿瘤里面还有东西在移动。于是他们切开肿瘤呢，肿瘤里面居然是一个小海豹一样的生物。但是这个像海豹一样的生物呢是有人类的眼睛的。于是他们就观察了一会儿这个生物，这个生物呢爬到了桌子的尽头，梅尔还觉得它呢有可能是想要回到洞里，于是他就把它捡起来放到洞口附近。当然了，这个生物身上是很黏的，梅尔说这种东西的体液呢有一种那种臭氧的味道。
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说这个生物到底是什么。但这个生物呢，也同时在研究他们。两方互相研究了大约2个小时之后呢，这个海豹生物呢，最后看了他们一眼就跳进了洞里。梅尔说，他来这个第二洞穴之前呢，他曾经被诊断出是患有晚期食道癌的，他只剩下6个月的生命的时间了。但是经历了这一次小海豹事件之后呢，梅尔不是抓过那个小海豹吗？把它放到洞口了。梅尔呢就发现自己居然摆脱了癌症，他认为他呢有可能是被那只海豹生物的魔法所治愈了。而梅尔觉得呢自己有一次这种超自然的经历仿佛呢就完全改变了他。几个月之后呢，梅尔又回到了这个广播 Coast to Coast， 然后他就在那上面说那桶冰呢发生了一件疯狂的事情。一个巴斯克人把燃烧的这个冰带到了他的小屋取暖。不是说那个冰点起来之后呢可以烧好几个月吗？他就把这个冰放在了炉子里，然后呢他燃烧了好几个月呢，居然把房屋中的空气中所有的水分都吸干。之后他们就发现小屋子里的空气呢总是很干燥，那住在屋子里的人的皮肤呢也总是很干燥，而且还经常口渴。如果你在这个炉子旁边烧水的话，这个蒸汽呢会被吸入这个炉子里面。有一天呢，这个炉子居然从地板掉到了小屋下面的地面，但屋内呢还是很暖和。所以呢，他说他们就把这个地板补好，留了一个洞来取暖。那几周后呢，他回到家就发现整个这个小屋都坍塌了，化为了灰土。由于他之前是搬去跟兄弟一起住了一段时间，1个月之后他回到小屋的位置居然看到了炉子现在已经往地下呢自己深陷下了1.5米深。炉子自己打出的洞非常的光滑，它正在形成一个新的无底洞。于是这个梅尔还发现说他无法把这个炉子呢重新从洞里抬出来。这时候呢，巴斯克人就说他们有时候呢会在这个洞里还发现那个实体呢，就是之前那个小海豹一样的东西，还会来拜访他们。他们觉得那是一种仁慈的存在，认为整个体验都是非常神圣的。现在呢，洞里呢还会时不时的有那种色彩鲜艳的鸟呢在盘旋，而这些鸟呢似乎对子弹还免疫。所以巴斯克人就相信了那只魔法海豹呢正在通过无线电隔空与他们交流。因为巴斯克人发现他们使用无线电的时候总能够收到那种哔哔声或者是咔嗒咔嗒的声音，类似于他们的语言一样的这种东西。所以他们就觉得这个生物是在警告巴斯克人，这种冰呢是很危险的，不能够落入坏人之手，有可能会导致地球毁灭的。那广播主持人贝尔呢问是否有这种语言的录音的时候呢，梅尔说巴斯克人录下了一切，并同意回来参加节目。下一次呢，他会带上录音、照片、视频和他能够拿到的所有的一切来上这个节目。于是呢，梅尔就挂断了电话，节目呢就结束了。但是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梅尔的消息了。难道梅尔他被消失了吗？5年之后呢，梅尔洞的故事也从此跟着一起消失了，留下了一堆未解之谜与疑问给大家。而且这个梅尔洞穴呢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当时在美国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梅尔的洞穴是真实存在的吗？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